嗨，朋友们，新年好啊！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又来了，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或者你的假期已经和你说拜拜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吧！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黑暗荣耀》的原型故事，如果您还有印象，应该还记得，那是发生在韩国中清北道青州某女子中学的一个案件。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同样也是发生在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只不过事关两所中学的2名女生。2021年5月12日下午5点11分左右，刚刚从外面办完事情，准备回家的朴先生，行至青州市武昌驿某个公寓的小区人行道上，准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看到小区的花坛里疑似有2个人形的物体躺在里面。朴先生起初没有在意，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在里面玩耍。走近的时候，朴先生又向里面望了一眼，这一眼差点没把朴先生的魂吓出来。他发现2个长发女生一动不动地躺在花坛里，脸和手臂处有明显的血迹。朴先生心想大事不好，随即报警。青州警方很快到达了事发现场，经过邻里确认，其中1名女孩就是这个小区的居民素恩，和她躺在一块的女孩是素恩的小学同学静雅，就住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区。素恩和静雅虽然接受了随后赶来的急救医生的心肺复苏，并被送到附近的医院，遗憾的是22楼的高度足以致命，最终不治身亡。在对现场仔细搜证后，警方发现现场留有疑似遗书的便条，上面内容显示太痛苦了，希望坏人得到惩罚。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素恩和静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一起从自家小区22楼的楼顶跳了下来？他们的家人去了哪里？这么严重的情况，他们的家人早先没有任何察觉吗？还是说事实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复杂的多？鼓励大象马上开始。素恩和静雅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升入初中后并不在同一个中学就读，但她们一直是对要好的小姐妹，素有往来。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在一起玩耍。案发前，她们还在一起经历了人生中至暗的一段时间。赶到现场的青州民警对于眼前的素恩和静雅并不陌生。早在2021年2月，青州警方就接到了静雅的父母的报案。在警方2次向检方申请通缉和拘捕令的情况下，均被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而驳回。直到极端事件发生前，所报案件的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2020年1月17日，静雅如约来到素恩家共度周末。素恩说，这个周末家里就她一个人，让她陪其过夜。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静雅并未多想。2个女生在房间游戏聊天的时候，素恩的爸爸崔某推门进来说，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从外面带了东西，你们一起过来吃吧。吃饭的时候，崔某一直劝2个女孩陪他喝酒，静雅只是一个14、15岁的孩子，很快有了醉意，便到卧室睡觉去了。凌晨时分，半睡半醒的静雅突然感觉很不舒服。后来在静雅发给好友的信息中，静雅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一种很屈辱的感觉，她被朋友的父亲强。事情发生后，静雅马上发信息给另一个好朋友说，我真的好害怕，怎么办？这不是梦，我装睡着了，好痛，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个人是我朋友的爸爸。为什么啊？叔叔为什么要这样做？叔叔刚刚出去了。在静雅身故后，其父母搜证的视频显示，当时静雅给这位好友发了2段1秒钟的短视频。视频中，静雅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还有一些疑似纸巾的作案证据。这个朋友提供的证据也成为最后一波三折为崔某定罪的关键性证据。静雅的爸爸常年身体不好，静雅回家后没敢将事情告诉父母，但其痛苦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他。很明显，静雅是个单纯又善良的孩子。尽管他所遭遇的恶行是由于素恩所致，但他在发给好友的信息里还是很担心的问询，如果素恩知道了这件事情，该有多么震惊啊！好友则直接反问，那个人渣既然能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就不会对素恩做吗？又不是他亲生的。一语成谶，他们的担心并不多余。2020年1月22日，距离事发不到1周的时间，素恩在电话里声音紧张地对静雅说，怎么办？静雅，他叫我明天陪他喝一杯，我好害怕啊，他还让我约你一块过来。静雅在随后的信息里断然拒绝。他的社交账号里的信息
对朋友说道：“我好害怕啊，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讨厌那样，你知道吗？那天我非常的害怕。”经过几天的挣扎和思想困顿的斗争，静雅和朋友商量的结果是必须告诉家长，由父母出面处理，要不然这事情没完没了，苏恩也没了希望。2月1日一大早，静雅在父母的陪同下向青州警方报案。报案后，青州警方速对苏恩的继父展开调查，同时对苏恩进行面谈。根据后来警方调查的档案显示，苏恩曾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过一位好朋友朴俊英。父亲让我喝酒后被他打了，那晚我的眼睛被蒙上了，那是去年12月。在静雅父母报案后，静雅和苏恩被警方和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排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健康医学会诊的档案也显示，苏恩心理辅导期间曾说过：“我以为这是一个梦。”心理医生问他：“但是你在做梦时闻到气味吗？”苏恩答：“虽然是梦，但那浆糊的味道却历历在目。”韩国心理专家李秀珍教授说：“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相信，加上恐惧的心理，他们往往会说这是一个梦，这是他们自我保护心理的策略，作为解决自己认知和失调的策略。”苏恩和嫌疑人同在一个屋檐下，避无可避地受到了伤害。一个13、14岁的孩子，他并不知道与继父的接触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加上自己朋友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拒绝认知，梦就成了一个借口，或者说是自我防御的心理反馈。就在警方正式展开调查的时候，两个孩子所在的学校几乎是同时停止了对他们的心理辅导。专门处理相关事务的外部机构戴尔介入。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警方已经介入，还要求保密，不允许向外界通报，所以我们没有向教育厅报告，也就没有再继续向学生提供咨询。苏恩和静雅随后办理休学手续，但是不胫而走的消息虽然刻意隐藏了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是让苏恩和静雅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崔某归案后，全盘否定了他曾对静雅实施强奸行为，只承认当晚向2名女孩提供了酒水。至于警方指控的对自己的妓女实施了虐待和，他更是怒斥苏恩胡说八道。虽然警方确定崔某为肇事者，但并未拘留。3月，青州警方申请逮捕令以查明嫌疑人身份，但被检方拒绝。随后第2次申请逮捕令，但因检方专家分析、取证等补充调查被驳回。5月11日，也就是女孩极端选择的前一天，警方试图再次申请逮捕令，但在与检方的协商后，决定通过补充侦查重新申请。根据韩国 SBS 时事节目《想知道吗》栏目的采访报道，得到不幸消息后，前往殡仪馆的苏恩的大姐对记者说，直到事发几个小时前，她向他们的父母询问了关于继父对苏恩和静雅所做之事是否属实。母亲给出的回复是：“你在说什么？谁说他强他？”直到苏恩走后，母亲还在狡辩，苏恩是因为抑郁症做出了极端的选择，还说他不知道继父对苏恩做了什么。SBS 记者采访显示，2017年，苏恩随母亲和继父一起搬到了中清北道青州吴仓，苏恩就经常性的会和继父单独在一起。即使在静雅父母报案之后，警方介入调查，苏恩也没有办法和继父分开，一直在一起。苏恩的大姐说：“我妈说了，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继父。”母亲似乎认为没有人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苏恩真正的监护人是他们的继父。关于这一点，青州市政府儿童保育科相关人士对记者说：“我们曾与孩子的生母联系过，但他拒绝与我们见面。后来电话和信息全部拒绝。孩子也曾明确表示过，和父亲在一起没什么不适。”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新生儿和残疾儿童可以强制分开，但目前有人权的儿童未经父母同意，我们是不能强制分开的。5月25日，也就是女孩们离世4天后，韩国警方终于签发强制拘捕令。韩国的媒体分析，这次之所以这么快签发批捕，这与5月17日韩国青瓦台全国请愿布告栏上出现的要求严查严惩崔某的请愿书息息相关。这份请愿书在1个月内收到了超过20万个签名。苏恩和静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极端选择的22楼，我们已经无从求证。但在随后静雅父母收拾他的遗物时，他们发现的2张遗嘱中揭穿了崔某所谓只喝了酒没有
事实的谎言。遗书内容显示，希望1月份发生的事情能得到好的解决，坏人必须受到惩罚等，暗示了事实的真实性。随后，静雅父母在中清北道青州陈岸路召开了记者会，公开了静雅的遗书内容。此时，距离苏恩和静雅离世已经过去了100天。另外，根据 SBS 制作组采访的内容显示，与苏恩关系密切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苏恩离世前几个小时，与其在电话中说过“此生无憾”等奇奇怪怪的话。姐姐追问苏恩怎么回事，苏恩说自己遭受了的事情，姐姐让他详细和自己说说。苏恩挂电话前已经泪流满面，说了一句“我很烦”后就挂了电话。采访的画面显示，姐姐的一个朋友的妈妈说，苏恩在当天中午和母亲提出了要上22楼玩，苏恩妈妈居然同意了。朋友的妈妈非常气愤地说，事情发生在1月份，警察介入也早在2月份。孩子提出要去顶楼玩，他就一点没有警觉吗？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顶楼？那是因为孩子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啊。至于苏恩何时与静雅约好同行22楼，何时写好了遗书，何时跳下，就目前找到的资料尚无明确答案。6月15日，苏恩的母亲因虐待儿童罪被传唤，随后又被释放，没被拘留。崔某因以性犯罪再犯风险评估结果为高级别，被认定有再犯的犯罪风险，被强制拘留，等待依法审判。但令韩国民众普遍担心的是，崔某因3次被拒逮捕令，恐是证据严重不足。现在2名被害女生都已离开，倘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崔某的罪名，他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2021年7月23日，在非公开的第一次庭审中，崔某承认在其家中劝女儿及其朋友喝酒的指控，但否认性犯罪。法官当庭没有宣判。2021年11月26日，青州地方检察厅以违反虐待儿童犯罪惩治特别法、虐待强罪名，要求对56岁的崔某判处无期徒刑。检察官表示，被告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并在不道德和有预谋的犯罪中杀害了年幼的孩子。2021年12月10日上午10点，本案一审量刑听证会在青州地方法院第223号法庭举行。青州地院当庭宣判，崔某犯强罪，违反虐待儿童犯罪惩治特别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此外，还下令禁止在与儿童、青年和残疾人相关的机构就业10年，并处以5年试用期。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判决对于苏恩的部分，根据现在的证据，并未得到法官的支持。判决的结果仅仅是静雅的证据部分起到了作用。崔某不服，提起上诉。2022年6月9日下午，青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青州中学女生死亡案上诉案件。庭审中，主审检察官引用了静雅家属收集的资料，其中包括了前述所提的静雅遗书和静雅父母每天通过女儿的朋友收集的上百份资料。这是死者家属非常想透露的真相。被告否定他对2个孩子的极端选择负有责任，但死者家属收集并提交了包括孩子在整个过程中遭受痛苦内容的 SNS 对话。主审检察官当庭含泪上诉，要求判处无期徒刑。由于事涉被告人崔某继女苏恩，被告人已经销毁了家中的大部分证据，并出示了一份疑似苏恩生前所写的变量书。内容显示：亲爱的法官，有人举报了我的父亲，举报的原因是他对我进行了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做过那样的事情，他是无辜的，也是一位关心女儿的好父亲，其中包含请求无罪判决的内容。法官对此并未采信。静雅的父母更是否定了所谓的变量书的真实性，即使是苏恩亲手所写，那也是在崔某威逼下所为。本次庭审审判长金玉珍法官在宣读判决书时，提到受害人心理上的痛苦，声音颤抖，大约2分钟的时间里，好几次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不出话来。虽然女儿被继父，但为了维持家庭，他不得不忍受极度的痛苦。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就是说，上诉庭审法官承认了第一次庭审中被宣判无罪的继女强
指控的部分，金宇珍法官在整个过程中流着泪读完了判决书。2022年6月9日，大田高等法院青州法院判处崔某25年有期徒刑，比一审更重。同年9月15日，最高法院认为下级法院承认苏恩陈述的可靠性的判决不存在误读法律的错误，驳回了崔某的上诉，确认了25年的有期徒刑。从入狱之日算起，满20年后才可以申请假释。也就是说，2022年57岁的崔某至少81岁或完血时候才能出狱。在经过10年限制就业，91岁时将一无所有，成为一个随时等死的奇怪老头。朋友们，讲完这个案件，真的会倒吸一口凉气。2个只有10几岁的孩子，因为无助被逼到极端心理状态后，警方申请的逮捕令一再被拒。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被害人哪怕是疑似被害人，居然还是同加害者同在一个屋檐下，想想就要人脊背发凉，真的是不敢想象。那封所谓的变量书，如果真的是苏恩所写，他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下完成了那样一封耻辱之书？我们的社会对于孩子的保护机制如何干预？学校和地方政府的学生管理系统面临着何等风险？作为家长，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吗？现在来看，整个案件所谓的心理辅导，怎么看都是无效干预。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